佛说，前世500次的回眸，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。今生父母子女之间的缘分，更是前世千万年才修得。子女投胎到你家并非偶然，不然为什么他不找别人做父母，偏找你们呢？若不是缘分牵引，那又是什么呢？孩子到人间来投胎找父母，这都是缘分。你与孩子的缘分其实早已注定了。有人说孩子就是上辈子的讨债鬼，这话其实也不全无道理。前世若无相欠，今生何来相见？杭州城隍庙门前贴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夫妻是缘，有善缘，有恶缘，冤冤相报。下联写的是儿女是债，有讨债，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短短2句话，道尽人与人之间的因缘际会。无缘不聚，无债不来。父母跟子女有缘，如果没有缘，当面也看不见，也找不到。什么缘？佛说，儿女与父母的缘分为4大类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没有这4种缘分，儿女和父母不会相见。注意了，投胎来报仇的子女身上都有以下4个特征：父母一定要用心偿还，否则遭3世报应。1. 灵魂投胎前是如何选定父母的？明白这一点，才知亲情也是因果安排。古老经典中记载，生死轮回如同车轮不停旋转，众生在6道中流转不息。很多人常有疑惑，为何我们会投身到特定的家庭？是什么力量让我们与父母相遇？佛陀曾说，众生之所以为众生，皆因业力所牵。这意味着我们与父母的缘分并非偶然，而是生命深处早已埋下的种子。一段尘封已久的佛陀开始，或许能揭开这生命奥秘的面纱，让我们明白，非父母选择了我们，而是我们的灵魂在投胎前早已定下了今生亲缘。相传在佛陀住世时期，舍卫国有一位名叫难陀的青年，生于富贵之家。然而这位青年却常与父亲争执不休，甚至数次离家出走。一日，难陀心绪烦乱，来到祇园精舍向佛陀请教。难陀双手合十，恭敬地行礼后说道：世尊，弟子有一疑惑，不知当如何解。我与父亲性情相悖，言语不合，心中常生烦恼。我知孝道重要，却总控制不住与父亲争执。而更令我不解的是，我与母亲却相处甚欢，言听计从，同样是父母，为何我对他们的感受如此不同？佛陀慈悲地看着难陀，微微一笑：善哉，你问的正是众生普遍的困惑。在回答之前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认为你的出生是父母选择了你，还是你选择了父母？难陀茫然道：世尊，当然是父母选择了我。他们结合生子，
我才得以出生，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佛陀微微摇头，表面看来确实如此，但实际上冥冥之中是你的灵魂选择了今生的父母，而非单纯由父母决定。难陀惊讶不已，世尊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投胎前怎会有选择的能力？佛陀目光深邃，这选择并非如世人想象的那样主动选择，而是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牵引，让灵魂自然而然地投向与自己业力相应的父母。就像水滴流向低处，灵魂会被引导到与自己因缘最深的地方。此时精舍里其他前来听法的居士也被这话题吸引，渐渐围了过来。一位年长的居士问道：世尊，那您是说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是前世就已经决定的？正是如此，佛陀点头道，众生前世所造作的善恶业，会在来世成熟时产生对应的果报，与父母的关系正是前世因缘的延续。难陀若有所思，世尊，那我与父亲的不和，是否意味着前世我们有什么恩怨？佛陀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讲述了一个故事。过去是有一位商人与他的伙伴一起经商，一次伙伴让他暂时保管一笔钱财，却在途中遭遇意外身亡。商人贪心起，将那笔钱据为己有。伙伴的妻子多次向他讨要，却被他恶言相向，拒不归还。那伙伴的妻子无奈，只能带着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。商人后来发了财，过上了富足的生活，但他与伙伴妻子结下的恶缘并没有因此消失。今生那伙伴的妻子转世为你的母亲，你则是他前世的孩子，而那个商人正是你今生的父亲。难陀听罢，震惊不已。世尊，您是说我今生与父亲的矛盾，源于前世他对我母子的亏欠？佛陀微微颔首，业力如影随形，前世的恩怨会在今生以不同形式显现。你对父亲的抗拒，正是前世记忆在潜意识中的延续，而你与母亲的亲近，也是前世母子情深的自然流露。另一位女居士忍不住问道：世尊，我有2个儿子，同样的教育方式，大儿极为孝顺，小儿却常与我争执，这是否也与前世因缘有关？佛陀慈悲地看着他，正是如此。大智度论中说，前世结缘深，今生相处好；前世结缘浅，今生亦分离。你的大儿子可能前世与你有深厚善缘故，今生孝顺和睦；小儿则可能与你缘分较浅，或有些许嫌隙，故今生相处不顺。这时，一位衣着华贵的男子从人群中站起：世尊，我家生了一对双胞胎，同时出生，却性格天差地别，身体状况也不同。若如您所言，是灵魂选择了父母，为何同时投胎的双胞胎会如此不同？
佛陀微笑道：善哉，你问到了关键。双胞胎虽同时投胎，但每个灵魂带着的业力却各不相同，就像两粒种子同时种下，因内涵信息不同，一个茁壮成长，一个则弱小多病。这正是投胎奥秘中最为微妙之处。世尊，难陀又问道：既然灵魂投胎是受业力牵引，那为何有人会选择投身于贫苦之家？若能选择，谁不想生于富贵之处？佛陀神情变得更加庄重。难陀，你所问的正是众生最常有的困惑。实际上，灵魂投胎前的选择并非如世人想象的那样随心所欲，而是受到特定力量的牵引。这力量之强大，即使灵魂想要抗拒，也难以违背。是什么力量如此强大？众人异口同声地问。佛陀环顾四周，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片刻。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，它决定了每个灵魂与谁结为亲子之缘。明白了这种力量的本质，你们就能理解为何有些父母子女恩爱如一，有些却如仇敌相见；为何同胞兄弟姐妹们性情各异；为何有些人富贵而生，有些人贫贱而长。难陀急切地问：世尊，请告诉我们，这究竟是什么力量？精舍外忽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位气喘吁吁的信使跑了进来，向佛陀行礼后说：世尊，波斯匿王派遣我来，王宫中出现了一件怪事。王妃产下一对双胞胎，一个面相端正，福相具足，一个却面带杀气，啼哭不止。国王十分困惑，特请世尊前往王宫开始解惑。佛陀听闻此言，转向众人说道：这正是投胎奥秘的绝佳例证，我们这就前往王宫，在那里我会向大家揭示灵魂投胎前选定父母的全部奥秘。于是佛陀带领众弟子和居士前往王宫，一路上难陀忍不住再次请教：世尊，您还没有告诉我们灵魂投胎前是受什么力量牵引的。佛陀微微一笑：难陀，你急于求知的心情可以理解。实际上，灵魂投胎前选定父母是受到三种力量的共同牵引。是哪三种力量？众人平息以待。佛陀步伐稳健，声音庄严而深沉。第一种力量主导灵魂的大致方向，第二种力量犹如灵魂内在的深层情感，第三种力量则来自生命最本质的意愿。这三种力量犹如三股绳索，共同牵引着灵魂在六道中穿行，最终找到与自己因缘最深的父母。而父母和孩子的缘分，我们每个人到这世间来都是一种缘。那么因是什么？因是一个心现识变的存在，一切因缘都不例外。可是我们来到人间来投胎找到父母，这都是缘分。但这种缘分的存在是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给我们解释：
父母跟子女有缘，如果没有缘，当面也看不到。什么缘？佛给我们讲有4种缘。第一种是报恩的，在过去生中你对他有恩惠，这一次他又看到你了，这辈子投胎来做你的孩子，来报答你的恩情。这类孩子天性很好，从小就知道孝顺父母，非常懂事，不让父母操心。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孝子贤孙，他是来报恩的，今世的好儿女，孝顺儿女，这是过去生修的善因。你施给别人的恩惠越多，将来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多。这类孩子通常会在学习、工作等方面表现出色，给父母带来荣光。他们会在经济上支持父母，在父母需要时提供帮助。我们经常看到有的家庭很贫穷，父母没什么文化，也不懂得教育，更没有条件给孩子提供好的教育资源，但孩子却偏偏很有出息，又孝顺父母，学习成绩又好，总能给父母带来意外的惊喜，让别的家长很羡慕。这种孩子就是来报恩的，往往都很有出息，父母都能跟着沾光。第二种是抱怨的，这一类就是前世跟你有仇，今生就是来报复你的。在过去生中，你们是冤家对头，这一世遇到他到你家来做你儿女，要来抱怨，甚至是报仇的，这个麻烦大了。这个小孩将来是败家子，这类孩子从小就不听话，跟父母关系不和谐，总是跟父母对着干，就喜欢顶撞父母。父母让他往东，他就偏偏往西，经常惹是生非，经常让父母生气，让父母操碎了心。长大后处处惹是生非，搞得你家犬不宁，为他钱财耗尽，不但不会孝养父母，有时候还会打骂父母，甚至杀害父母的都有。这就是所谓忤逆的儿孙，搅得家破人亡。第三种是讨债的，这一类就是你前世欠他的债，他现在来找你，你就得还债，就是父母过去欠他的，今世来讨债，欠得越多他就讨得越多。这类孩子可能在学习或其他方面表现不佳，需要父母投入更多的精力和金钱，他们可能会在经济上依赖父母，甚至在成年后仍然需要父母的支持。如果欠得少，养个2-3年，他因某些不幸离你而去，比如失散、意外、疾病等，让父母很伤心，这就属于讨债的。但债比较少，债还完了他就走了。如果欠得多，从小到大娇生惯养，孩子可能要到11-12岁，甚至是大学毕业后才离你而去，父母付出了很多，这时候债还完了他就去世了，让你痛不欲生。这就是讨债鬼，债务讨清没事了就走了。如果欠债太多，即使供养他大学毕业了，他也不工作，父母还养着他。为什么？
现在大家常说的啃老族，甚至于将来父母所有的财产也都要交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欠他的。第4种是还债的，这类就是前世欠你的债，他这一生要来还债。这种孩子养大后，他能养父母，但是未必有孝敬的心。他努力工作，供养父母，如果他欠得多，那么他便会给父母优越的生活，让你安享晚年。如果欠得少的话，自然也不会给予父母太多物质供应。这种缘分有点类似来报恩的，但二者也有明显区别。这一类他可以给父母提供物质赡养，可以照顾父母的生活，但没有恭敬心，没有孝顺心。报恩的孩子有孝顺心，还债的没有孝顺心。这一类对于父母虽然能供养，有些对父母还有嫌弃和厌恶，但是他生活费用会给你。至于多少，那要看他前世欠你多少。有些甚至对于父母的赡养还很少，还有限制，每个月给多少钱，多少东西都是固定的，多给一点就不愿意。父母前世对他的施舍不多，所以他的回报也很少。这种就是还债的。人生无常，世事难料，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。有的孩子小时候很聪明，学习很好，很招人喜欢，但大学毕业后远走高飞，几年才回来一次，常年不在父母身边，父母生病了乃至去世了都赶不回来，这其实就是来讨债的。还有的孩子从小很愚笨，学习不好，更考不上大学，父母觉得脸上无光，瞧不起他，但长大后却能陪伴父母终生，给父母养老送终，这其实是来报恩的。投胎轮回，或许很多人持怀疑态度，因为太难去考究。但是对于因果，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相信的。既然相信因果，那今世的所有缘分，特别是夫妻子女的关系缘分，何尝又不是因果呢？你这辈子得到的果是前世种下的因，这就是佛说的今生种种皆是前生因果。如果你与孩子没有任何的缘分，他自然是不会来认你做父母的。如果你想把孽缘转变为好的缘分关系，那你要好好的教他，教伦理，教道德，教因果，善待众生，把前世积累的冤债都给他化解，变成善缘法缘，一家人幸福美满，平安众乐。佛说无有定法，看你会不会转变。前世相欠，今生相见，遇到都是缘分。所以佛说没有这4种缘，不会到家来。为此人们就有这样的疑问，我们怎么知道子女是不是来报仇的？有很多大师就做了研究，进行了调查，总结出子女如果是来报仇的，身上就会有以下几种特征。3. 投胎来报仇的子女身上有这4个特征，父母要注意了，请用心还债，多做善事。1.
性格暴躁偏执的子女。有些孩子随着年龄的成长，会逐渐出现一些暴力倾向，而且他们通常都非常偏执自我。这些孩子当中有一些是因为青春期的原因，经过父母的引导之后，可能慢慢就会走上正轨。但是还有一部分孩子，不管父母再怎么教育他们，他们都不会听父母的话。不仅如此，父母一开口教育，他们的孩子可能就会炸毛，跟父母顶嘴。父母道理说了一大通，孩子最后还是我行我素。这种孩子可能天生就是来磨砺父母脾气的，而不知感恩，不懂孝顺。孩子不知感恩，不懂孝顺，有的是因为父母宠溺过度的原因，但除了这种情况以外，有一些孩子天性就是比较薄凉，不管父母为他付出了多少，他都不会放在心上。父母为他倾尽所有，孩子也不会有一丝感动。这种孩子上辈子大概就是父母的仇人。做父母的无论为孩子做出多少，都无法温暖孩子的心。三，出生就开始吃钱。现在大部分人一家都只有一个孩子，做父母的在孩子身上花大笔的钱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。但是有些孩子一出生就身患重病，毕竟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做父母的不可能放着孩子不管，就算倾尽所有四处借钱，也会不断地为孩子搭进药费。有这种孩子的父母可能是上辈子欠了孩子的钱没还，所以孩子自出生起就开始要债。四，爱哭爱闹。从孩子出生开始算起，让父母感到最痛苦的时间段，应该就是孩子还未学会说话，躺在床上嗷嗷待哺的时候。有些小孩子天生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不吵不闹的，但是有些小孩天生就比较闹人，但凡醒着就会哇哇大哭，有时半夜睡不着觉也会一直哭闹不止。夫妻二人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，养到这样一个孩子，当父母的内心是崩溃的，但是又打不得骂不得，只能好生哄着。这种孩子是来讨债的，面对这样的孩子也不是没有办法。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：山不转人转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无缘无故的，人和人之间会产生关系也是一样，转来转去都是有冤的人才会碰在一起。当然冤家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情，有看了就讨厌的死对头，也有看了就喜欢的欢喜冤家。所以在古代就另有一番说法，认为亲子关系决定两代人的恩怨，子女不是来报恩的，就是来报仇的。我们纵观现实子女的表现，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表现。来报仇的子女，父母家财万贯，他帮父母花光败掉，父母生意兴隆，被他搞得一败涂地。来报恩的子女，父母的健康他会全心全意照顾，家境不好他会赚钱来补贴家用，父母名声不好他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。这种子女实在是难能可贵。
4. 你的孩子是来报恩的，还是来报仇的？跟这4点有关。民间有一个说法，有的孩子是来报恩的，有的孩子是来报仇的。报恩的孩子大概率会让父母好过，同时肩负家庭的重任，而报仇的孩子大概率会让父母难过，同时对家庭造成消极的影响。为什么会存在报恩、报仇的说法呢？原因在于缘分不一定都是好的，存在一部分坏的缘分。既然有善缘，自然就会有孽缘。一切善与恶，有可能是这辈子的问题，也有可能是上辈子的问题。说到底，都是前世今生的因果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一旦相遇，要么冤冤相报何时了，要么爱恨情仇复一场。缘起缘落，缘聚缘散，皆是天意。你的孩子到底是来报恩的，还是来报仇的？跟以下4点有关。1. 家族的气数影响了孩子的好坏。周易中的乾卦第5爻和第6爻分别是飞龙在天和亢龙有悔。飞龙在天指的是当事人家族如龙一般腾飞于苍天，发展到极致。亢龙有悔，亢乃高昂之意，悔乃祸患之意，指的是物极必反，盛极而衰。一个家族发展到了极致，濒临盛极而衰的局面，就会诞生出败家的儿孙。这些儿孙会让家族更快地走向衰败。秦始皇嬴政统一6国后功盖千古，但他的儿子嬴胡亥竟然来了个2世而亡。隋文帝杨坚统一300年的乱世功盖千古，但他的儿子杨广也来了个2世而亡。极致的背后就是物极必反，坏到极致就会变好，好到极致就会变坏。好与坏相互轮替，才保证了尘世间的平衡。家族气数散尽，要走下坡路了。孩子就是来报仇的。家族气数聚集，要走上坡路了，那孩子就是来报恩的。而父母的因影响了子女的果。常言道，孝顺还生孝顺子，忤逆还生忤逆儿。孝顺的人大概率会生下孝顺的子女，而忤逆的人大概率会生下忤逆的子女。是什么人，就会生下什么人，培养出什么人。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，孩子是父母的年轻载体。父母如何，孩子就会如何。这就是所谓的一代影响一代，要么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要么上梁正了下梁不会歪。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就对父母不孝顺，随着他们老去，你觉得他们的孩子会对他们孝顺吗？肯定不会。有样学样是人性，第2代人对第1代人不好，注定第3代人也会对第2代人不好。一报还一报。父母在年轻的时候种下什么因，
到了晚年，孩子的身上就会结出什么果。有些好坏是天生的，而有些好坏是父母自己造成的。3. 缘分如何影响了子女的举动。不少父母都抱怨，我的孩子跟我没有缘分，总是吵架，就跟仇人一样，真是造孽啊！确实是造孽，不过不是那种造孽，而是缘分的孽障。善缘和孽缘基本上是五五开的，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有一半的概率碰到孽缘。如何判断这段缘分是否孽缘呢？凭借第一感觉。如果你对某某一见钟情，说明你和他存在善缘；如果你对某某一看就不顺眼，说明你跟他存在孽缘。跟子女的关系也是如此，相当一部分父母在看到子女的第一眼，就会觉得子女讨厌，这种讨厌就是源自于心底的厌恶感。父母会厌恶子女，子女也同样会厌恶父母。说到底，不仅子女会找父母报仇，就连父母也有可能找子女报仇。有可能这双方是前辈子的仇人，有可能这双方是前辈子的死敌，今生在一起相互纠缠，终究是一场讽刺。4. 两代人的三观是否起了冲突？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冲突就是三观的冲突，正是因为存在三观上的冲突，所以才会存在利益上的冲突。父母觉得子女要这么做，子女觉得自己要那么做，这双方谁也不让谁，谁也不体谅谁，就会导致关系恶化，滋生矛盾。相互体谅为什么就如此艰难呢？每个人都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，而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那冲突就不可避免了。父母有他们的一套，孩子有他们的一套，这两套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。世界不就容易火星撞地球了吗？上文谈到，有的孩子来报仇是父母自己造成的，父母不主动接纳孩子，不主动体谅孩子，那孩子也就跟父母硬碰硬，双方都没有好果子吃。身为父母，尽量对孩子体谅包容。三观如何，合适就好，没必要将自身的观念强加到孩子的身上。至于孩子有什么举动，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了。5. 怎么化解来投胎报仇的子女？面对来讨债的子女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善待家人，真心对待家人，对待孩子，这样这些恶缘自然就化解了。什么叫真心？就是发利他菩提心，这才是真心的对待家人。我们现在对儿女等家人也很关心，很照顾，但都是因为我以自我为中心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孩子都是为自己的。如果把这个我去掉，孩子有很多，你这样关心过吗？孩子有很多，你这样照顾过吗？没有。你虽然在关心照顾他们，但你是自私的。那应该怎样做？对家人要发菩提心，
怎样发菩提心呢？把家人当成最有缘分的众生，最需要自己的众生，这样去关心他们，照顾他们。这里面没有我的成分，纯粹是为了众生，这叫发利他菩提心，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。这样家庭矛盾自然会迎刃而解。大家可以回去尝试，这都是众生，是跟你最亲的众生，这样去关心，去照顾他们，效果不一样，自然就好了。这些恩恩怨怨，这些不好的缘分自然就会化解，一点都不难。这样做你一样能关心，一样能照顾他们。如果不让你关心照顾，你不一定能做到，但是你转一下念，改变一下心态就 OK 了，结果完全不同。现在教育孩子是很难的，想尽了一切办法，但还是不能产生好的效果。这些孩子都是债主，是来讨债的。以前有这样一个公案，有一对老夫妻，年老的时候才有了一个儿子。夫妻二人特别高兴，有一天来了一个独觉佛，他们供养了独觉佛。独觉佛说，你们有什么愿望可以说，我可以满足你们。夫妻俩说，我们没有什么所求，只要晚年平平安安就可以了。独觉佛就问他们，你们家是不是有个孩子？他们说有。独觉佛让他们把孩子抱过来。孩子抱过来后，独觉佛接过孩子就扔到了河里。见到儿子被溺死了，夫妇二人悲痛欲绝。独觉佛告诉他们，这个孩子是他们的债主，是专门来折磨他们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晚年不幸福。后来河里冒出了一股青烟，烟里传出了一个声音，因为你们供养了独觉佛，以此善根化解了我们之间的怨恨，你们可以安心地度过晚年了。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若是你能转念去利益他们，照顾他们，这些不好的缘分都可以化解。之前我看到有个很悲壮的留言，只有少数孩子是投胎来报恩的，多数孩子是投胎来报仇的。我想了一下，什么样的娃算报恩的？有个朋友说，娃是学霸，将来有出息就算报恩，但想想好像也不是。就我周围的例子，娃子一路学霸，工作后成为高收入群体的不少，但对父母体贴又孝顺，满怀感恩之心的真不算多。很多成年了还啃老，压榨父母，天经地义般享受着老人的服务，甚至很多家庭里亲子关系都在崩溃边缘。曾是强曾言，孩子投胎到你家，无论是为了报恩、报仇、讨债还是还债，这种关系背后都蕴含着前世今生的因缘，它们既是一种恩赐，也是一种劫难。这句话深刻地探讨了孩子与家庭之间的神秘联系，以及前世今生的因果关系。孩子被视为一种恩赐，因为他们带来了父母无限的爱和喜悦。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，父母可以享受到与孩子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，培养他们，
见证他们的成长，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满足。这些瞬间将永远珍藏在父母的心中。然而孩子也被视为一种劫难，因为他们带来了责任和挑战。父母需要为他们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，教育他们，关心他们的需求和情感。有时这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可能会带来痛苦和挑战，但正是通过克服这些挑战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得以深化，成长得更加坚强。在理解孩子与家庭之间的这种神秘联系时，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前世的因果关系。孩子可能是前世行为的结果，他们可能需要还清前世的债务，或完成前世未尽的使命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孩子会在家庭中经历挑战和苦难，因为这是前世因果的延续。然而，这也为父母提供了一个机会，即通过爱和关怀，帮助孩子走向更好的方向，化解前世的因果。曾仕强的话语提醒我们，孩子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联系，还涉及到前世今生的因果关系。孩子是一种特殊的礼物，同时也是一种责任和挑战。通过理解这些神秘联系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欣赏和珍惜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，同时也更好地处理家庭中的挑战和困难。这个话题提醒我们，生命是复杂而奇妙的，它充满了深刻的意义和机会。我们应该以爱和智慧来回应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回复一句发利他菩提心，善待家人。愿我们的孩子福慧双增，愿我们的父母平安健康，愿所有众生离苦得乐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